家好。欢迎我们的捧场大嘉宾赵露思，请这边来，这边有请。美美哒 ，Hello， 老师好，老师好。各位唱的好听不好听啊？今天飒不飒？太飒了！赵露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思。哎然后呢，也要感谢一下我们的总冠名咸鱼，谢谢咸鱼能让我们在这里相见，谢谢。来，哎，来了！我把。这是元宵节特定吧？我脑袋跟元宵一样。它有点油腻，我觉得它有点油不隆咚的。您代言这个产品，来，哇，好清爽，好清爽那条，好清爽。大家一定要多下载咸鱼，好吗？对啦，所有东西闲在家里的都能卖出去。也要感谢我们神奇的咸鱼品牌代言人露思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也感谢金主咸鱼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让我们的宝藏新人有了咸鱼跃龙门的机会。上咸鱼体验新功能，拍照就能鉴定宝贝含金量，拍得多赚得多，赶紧上咸鱼赚一笔吧！好嘞。哎，四位今天看见哈，我们几个人都穿的特别的有寓意，对不对？哎，小陆老师，您先说说，您这是为什么这么粉嘟嘟？哎，我今天穿的是彩色鹿，因为是咱们节目第1期嘛，穿出一个好彩头，给我们的演员们提气。太好了，祝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彩头。我这是藏青色，就是稳重，主打一个稳，希望大家演得稳稳的。太稳了，哇，好稳！今天看这个事儿，不看周老师，还以为是我们的张国立老师来了呢啊！太稳了！哎，那您今天这一身哦，我这个就是有一点小花嘛，就希望大家每年都有钱花。哎呀，这个是最棒了。那我得接着你这说了，今天我穿的是豹纹，对不对？极致糖浆。什么极致糖浆？就那个极致糖浆，那个跟在后面跑那个啊，豹子。我就是希望咱们的节目能爆啊，各位，对不对？爆一爆，而且呢，待会儿我们的节目只要是段子爆了之后，我们几个人都有这个小手枪，为他来加油打气，就是这样。好，人气爆棚，段子爆棚，哎，是的。今天呢，我们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些好玩的这些道具呢。那我想问一下露思，平时会看脱口秀吗？我看的，我很爱看，因为我上次见大哥，我们其实好多年前了。大哥，哎呦，我上次啊是拉他那个司机师傅，这大哥。好嘞，行。哎，那个看脱口秀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哪个点最能中你笑点的？其实我看脱口秀不是非常就是关注点在于他好不好笑，而是我关注点在他能不能跟我产生共鸣。就有些时候脱口秀其实蛮感人的，但我自己看脱口秀的爱好就是每次我看你们的表演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气口，然后说台词的重音，其实对演员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去学习的东西。去学习。对。对。露丝少女一定要多笑，好不好？然后对，露丝少女一不笑变成布鲁斯了，好吗？然后呢，布鲁斯不能拜，然后呢，没事，过去了。没有反应过来。我说你要是不笑的话，就变成布鲁斯了。太好笑。其实说好笑不好笑都不要太纠结，因为一直纠结就会变成周杰伦，好吗？是这样。好密集的梗啊，不知道应该笑哪一句。有时候反应不过来。没事儿，咱们待会儿聊着聊着你就适应了。怎么了？就是你觉得我说话不应该有任何反应，对吧？我怎么样？我一直张嘴要投币吗？什么？这句笑了。哦，他喜欢那种肢体笑话。那好了，这个好笑。好嘞，行。不是，前面是因为有点慢哈。我反应有点慢，因为就是我经常会就是白天的时候，比如吃午饭的时候，看完了之后，我晚上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可能想起来了，我嘎乐，反正可能就是会，他会有一点点后遗，因为我真的会去很认真的想你们聊的这些事情。不值得那么认真想呀，真不值得。
我觉得你很会控制这个时间段。你中午吃，晚上笑嘛，不要晚上光看，早上起来一醒，哈哈哈，就是被笑醒了，不用闹钟，挺好的，想到直接起。对。来，二位老师他们都是天花板级的那个人物啊，有什么评判好笑的标准？我像同行看演员，可能就会跟观众有的时候不太一样。我喜欢的可能是这个演员比较有点独特性，讲的题材啊、角度啊，可能让我觉得在一般演员身上、别的演员身上看不到，就是他有别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喜欢演员他在台上讲的东西，可能是那种主流之外的。主流之外的，就是那帮非主流就讲的，这是。这么跟你讲，说我这个笑话，你就说想象一下可乐不可乐，就这种人站台上，好笑，就是。好嘞，各位都说了你们的标准非常的棒，但是没有任何的用处，因为这回我们的节目标准是观众朋友们说了算。大家手里都有你们的卡，来举起来让我们看一看。哇，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规则。我们每场演出呢都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观众的好评。在单场评分4星以上，比例达到70%以上的，我们就能够解锁优酷平台提供的各种奖励。相反，没有达到70%，就要准备露宿街头。如果整季10场都特别好笑，就能够解锁2026全年的大麦全国巡演。好的，聊了这么多，该开始演出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新人演员表演前必须由我们这些前辈演员们给先来个镇场的表演，对不对？有请到我们的开场嘉宾，就是我们最暖心的主理人小洛。小洛。谢谢，哎，谢谢大家啊！咱们呀，今天来到这里的，我是作为今天的开场演员，想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人生的一些改变。我最近呢去学了滑雪，哎，如果有哪位朋友也很喜欢滑雪的话，下次我们可以一起打消这个念头，好吧？哇天哪，滑雪摔跤真的太可怕了！我觉得就以我滑雪摔倒在那个雪地上的频次和时长来说的话，我怀疑我的卵子们都在瑟瑟发抖。说哎呦妈耶，我们不会是被冻卵了吧？我觉得我滑雪滑到第2天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，我这个人这辈子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滑雪高手了啊！因为我对那些高手完全没有羡慕，每次看到那些高手从我的头顶飞过，因为我躺在地上嘛，我是一点都不想成为他啊！我只会在心里想说，你早晚得摔。你不像我做脱口秀，我就很有上进心啊！哎，不好笑就露宿街头。哎，告诉大家一个滑雪的小技巧啊，就是如果你不想第1天就摔死的话呢，一定要请一个教练。但我发现这些教练他们都有一个大问题，就是作为一个高手啊，这些教练他根本不知道我们一个普通的笨蛋可以笨到什么程度。我因为太紧张了嘛，没有什么运动的天赋，我整个人就浑身非常的僵硬。然后那个教练啊，他就命令我说放松。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这辈子哪怕有那么1次，在别人让你放松的时候放松过。我是没有，我此生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在被别人说放松的时候没有。哎呦，那个教练他越在那呵斥我放松呢，我就越紧张，于是呢我就疯狂的摔跤。朋友们，人啊摔跤的时候是有那个求生的本能的，我就死死的抱住我的教练。所以那一整天，我跟那个教练在雪场一起翻滚的样子，真的像极了蒙丹和香妃。我跟他就这么翻滚了无数次之后，最后终于那个教练被我摔崩溃了。他跪在那个雪场上，对我说了一句特别没有逻辑的话。他跟我说：“你不要用你的脑子思考，你用潜意识控制你的动作。”我说：“啊，教练，我的潜意识告诉我，这么大的坡人就不该下。”我为什么要去学习滑雪呢？这个呀，要从我的原生家庭开始说起。我呢，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。我小时候呢，家里没有什么条件给我培养出任何的爱好，所以长大之后，每次别人问我什么爱好，我都很局促。我每次在那瞎编啊，
看书、听音乐。所以啊，朋友们，为了让自己有一个拿得出手的爱好呢，我就想逼自己去爱上滑雪啊，这么一个高端时尚的爱好。而且为了让自己没有退路呢，我上来就买齐了所有的装备，好贵。但是我滑了3天之后，我就发现啊，我每天被按在地上摩擦，我被擦得屁滚尿流、鼻青脸肿、尾骨骨折，还不好意思对外说，还为了维持这个美满的假象，还经常自拍一张发到朋友圈说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当然啊，我还是学到了一个滑雪加速的小技巧，可以教给大家，就是当你憋着尿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潜意识会帮助你。这其中的科学原理是这样的，就是当你特别急的时候，他就会跟大脑说啊，老大，救命，救命，救命，好急啊，好急啊，好急啊。然后他大脑就会说，各单位注意，各单位注意，这里有个深水炸弹要炸了，来，咱们齐心协力送他下去。哇塞，你的四肢异常的协调，那是我滑雪滑得最爽的一次，我歘歘歘的我就到了山底，哇，真的，我是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的快乐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因为我到了山下之后，我太开心了，我大笑，我尖叫，我拍照，我忘了去厕所。我又上山了。这趟呢，我的体内就发生了狼来了的故事。因为上一次我的大脑协调各单位把我送到山底之后，大脑觉得自己被骗了。这次又就是哎呀好急啊好急啊救命啊！大脑说滚。我的大脑彻底下线了，就只有我自己在苦苦的挣扎，在死撑。你就感觉自己身体的某个器官在不断的扩大，那个表皮越来越薄，越来越薄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膨胀。哎，我不知道在人生中有没有那种极致的体验，腿脚发麻，然后浑身就开始冒汗，胸闷气短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疯狂的摔跤。我当时痛苦到一个哲学高度了。我每次摔倒之后，我都在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作为动物的自由之间做出选择。我每次都选择做个人吧。我滑了1周的雪，现在滑雪没有成为我的爱好，成了我的恨好啊！就恨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现在开始恨那些我朋友圈里面那些晒滑雪的人啊，就是他们骗我去的呀。对吧？我现在甚至开始恶毒地揣测他们。我觉得晒滑雪它就是一种隐秘的炫耀。你说你自己爱好滑雪，意味着他既有钱又有闲，对不对？啊！而且他们往往都是这样自拍一张在雪山上的照片，配着自己精良的设备啊，然后再配文什么啊，雪瘾犯了，长白山闭关1个月，滑到爽。他不会这样去炫耀自己一个普通的爱好，他不可能啊跟自己的百度网盘合影一张，说啊网瘾犯了，岳麓山闭关1个月。短剧看到爽，对吧？我觉得现在啊，在社交媒体上的爱好，那都是经过美化的爱好，没有人会写出我们最真实的爱好：刷短视频、打游戏、抠脚，对吧？啊，而且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那些爱好，其实往往都是跟经济能力挂钩的。你如果写了你的爱好是马术、帆船、滑翔伞，那代表你年薪100万，对吧？如果你写了爱好瑜伽、冥想、颂钵。啊，代表你不用工作。如果你写了爱好是看书、听音乐、City Walk， 代表你没有爱好。但今天啊，其实我讲这个滑雪的段子，我也担心有一点点炫耀的成分，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讲，因为我滑雪的装备都买了，我那些亏掉的钱，我必须给它挣回来。好，谢谢大家。